我是个古代衙役，平时勾结妖邪猎杀人，只为在妖魔乱世的年代求一份自保。今夜我刚准备强要了老刘的女儿，没想到老刘头的一棍子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好疼！我怎么穿越成一个薄云县小卒了？我说你们这么害怕干嘛？野火给您，我什么都给您，您放俺爹回乡下好不好？能不能先闭嘴？原来是前身想要在今夜强娶了刘家丫头，这老头一棍子下去也算为民除害，值得表扬。滚滚滚！你爹这儿的我打出幻觉来，换做前世，好歹讹你俩半套房子。当前武学透骨擒拿手大成，狐妖刀法入门，可将寿元注入武学，获得相应的进度。在寿元不足1年时，无法继续灌注。当前自身剩余寿元34年。这也太鸡肋了吧！注入寿元获得相应的武学进度，这和少活多少年直接拿工资没区别。学武本来就是为了保命，命都没了，还学来干什么？都让你们快滚！这里是刘家，那该滚的应该是……好吧。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？完事儿了，那轮到我了。下次再麻利些，饿肚子会让我生气。这便是前身的生存之道，那便是勾结妖邪，做些口粮生意。有他这一干人等在衙门里牵线，忙上忙下的制造冤案，才可以做到既能让妖邪吃饱肚子，又不会惊动镇魔司。譬如今夜，他早就替刘家妇女铺好路，等犬妖吃干抹净，第二天百云县保准连个浪都翻不起来。老弟的本事你还不清楚啊？哪里快得起来？走，今晚我请您喝酒，全当给兄长赔罪。你当我是蠢猪？姓沈的，你好像真拿自己当个东西了。你是不是忘记我是什么妖了？里面的动静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你敢反水？老藤，这绝对是我这辈子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你属狗的，说翻脸就翻脸。你俩就不能提醒我一下，从后门走？讨不明白为何身前这位为因和妖邪勾肩搭背的恶人，为什么也被踹了进来？算了，把刀给我捡过来。他想要砍谁，总不能是门外那头妖物吧？这样完事吧，老子的命是捡来的，你的命是自己跟老子玩命，你凭什么？是否灌注寿元与武学，获得相应进展？对，这是伏妖刀法，麻烦帮我冲了。神奇，自己的身躯不仅没有变老，反而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变得强健有力起来。过来，走开，去墙角待着去。我怎么走？我哪里走？反水的畜生，急什么？我这就活剥了你！你要不要把头上的伤口先包扎一下？这蠢妮子，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？别忘了那伤口是咋来的。在老头眼中，现在的七爷要比那犬妖更恐怖10倍。也好。七爷大摇大摆走回床边坐下，手上还是麻利地翻出一条稍微干净的布条，替他擦拭起后脑血迹。胎至狗妖，未入除尽，总寿170年，剩余63年，吸收完毕。当前武学透骨擒拿手大成，狐妖刀法圆满。当前自身剩余寿元1年，
妖魔兽元63，妖魔兽元可用于灌注武学，不可转化为自身兽元。看着只剩下1年的寿元，七叶沉默许久，忽然想给自己一个耳刮子。分明29年就能让伏妖刀法圆满，非要装逼，多浪费了4年。这一说斩妖除魔都能用他们的圣灵兽元来替代自身，推演武学，一头开智的狗妖就能活接近200年，这也太夸张了。如果妖物能活这么久，难道凡人就没有提升寿命的办法？真是这样，那现在当官差护佩刀的就应该是那条狗，怎么可能还是人族朝廷？罢了，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。刚才推演伏妖刀法的时候，似乎提到过有新的进展。七叶现在手持63年妖魔兽元，莫名有种一夜暴富的错觉。先来个10年试试水。我燃烧所有兽元修炼武学，只为斩杀为祸一方的狗妖。曾经我与妖魔为伍祸害人类，用妖魔的兽元长生不死。而现在击杀狗妖之后，我的妖魔兽元已经达到了63年。先来个10年试试水。你继续锤炼自己早已圆满的伏妖刀法，10年时间弹指一瞬，那么灵光愈发清晰。可惜你资质平平，实在琢磨不透。这就完了？这可是整整10年时间，还是为了目的可以放弃一切杂念的10年。已经投入了那么多，也不可能放弃，继续灌注。第17年，你终于抓住了那丝灵光，开始尝试将其载入书册。第27年，你用尽所有的精力将其完善，并取名为伏妖正阳刀。自创武学。出境，如果继续推演伏妖刀法，有没有可能直接创造一门完全的出境武学，而不是单纯的仪式刀法？很明显，自创武学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。同样的妖魔兽元，投资给现成的武学肯定效果更好。记得上次镇魔司校尉传下的武学并不止一种，自己在衙门小有地位，获取起来并不困难。沈爷，西讲。刘家父女俩就送来提前准备好的热水。小丫头将身体双脚泡进热水，粗糙小手认真揉捏起来。我还是头一回体验被旁人服侍的滋味。但沈一睁开眼，只是轻声道了句血。差不多了，出去吧，我歇一晚就走。刘老头听了这话，果然呆滞下来，浑浊老眼里涌上半信半疑。沈爷，您客气，想住多久都可以，有事爷招呼。爹，七爷走了。走了，走得好。卑职参见沈大人。来人叫做陈记，眼里先是掠过鄙夷，随后迅速调整好情绪，再次开口：卑职刚从六里庙回来，村里出事了。虽说您说过暂时不管城外之事，但这次的妖物不守规矩，竟是在村里住下了。希望沈大人能前去交涉一下。说出交涉2字时，陈记脸上掠过一丝耻辱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竭力保持自己语气上的尊敬，不愿触怒对方。毕竟，按照七叶的性格，对这种情况通常都是敷衍了事，从不关心。我记得上次镇魔司校尉一共是拿来了3份武学抄本，好像是被你借走啊。这位沈大人，莫非完全没有听我刚才在说什么？拿给我瞧瞧。陈记深吸一口气，走到自己的桌子前，抽出3份保存极好的抄本，颇为心痛地递了过去。按照他的习性，这珍贵的伏妖武学，不是拿去垫桌脚，就是当成稀奇玩意儿送个某个相好的取乐，看是绝对不肯看一眼的。姓沈的你连问也不问，难道城外百姓的命就不算命吗？傻愣着干嘛？带路啊！这本应是好事，可是按照以前的惯例，与妖魔打交道前，对方都会差遣我们这些人去买点好酒好肉，将其称之为礼数。今天两手空空前去，若是摆不平那2头妖物，六里庙村上下几百口农户，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吃个干净。老实回头作甚，专心带路，莫要妒忌本大人的俊脸。
盘云长拳，灵蛇八部，再加上先前的伏妖刀法，这就是镇魔司校尉传下的所有武学。如果能将3式全部练到小成境界，就具备了处理部分小妖的能力。沈七夜也不墨迹，直接将剩余的妖魔兽元投入到刚获得的2门武学之中。你已有深厚的武学根基，身强力壮，消耗11年，达到圆满境界。双圆满不错，不过想要接触更加高深的武学，就要加入镇魔司。现在的妖魔兽元还是不够。两人刚到村口，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户零零散散站在远处，面容粗苦，目光涣散。在他们看清两人的衣着打扮后，他们没有鸣冤，没有呼救，他们很清楚苦难是谁带来的。就是这户人家被黄皮子的儿孙夜袭，您进去看了就知道了。我当是谁？你怎么来了？陈寂已经见过这幅场景，但第2次涉足这间屋子，他斗笠下的脸庞还是略微扭曲起来，握住刀柄的手掌疯狂发抖，不由自主地将刀身拔成3寸。之所以能忍住杀意回衙门禀报，一则是为了家里的妹妹，二则是他敌不过狗妖身后的黄皮子，贸然出手，只怕引来更大的祸端。七夜终于看向那条老狗，眼中无悲无喜，嘴角上扬，他笑了。见状，陈寂心跳逐渐放缓，他失望的垂眸，不愿再去听两人的寒暄。来看看你，黄六哥怎么突然下山来了，也不给我打个招呼。就算无论你再丧尽天良，至少在看见同族被分食之时，或多或少该有些感触。现在还笑得出来？山上仇家多，下来避避，莫要给我提什么规矩。这里吃喝管够，老子在这儿要待满半年，等我儿子长大些再说。恭喜恭喜，母子平安。有这喜事也不提前跟兄弟说一声。少套近乎，今日别说是你，你们县太爷来了，我也不走。来者是客，我怎会赶你？你就应该一直在这里，哪也不要去。来者是客，我怎会赶你？你就应该一直在这里，哪也不要去。你先出去，还愣着干嘛？哦，好的。早了，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，你说呢？进去吧，收拾干净一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就动手了？为什么上一秒还在寒暄，下一秒却像宰畜生一样，坐着就把那条狗妖给宰了？为什么动手的时候，你脸上还挂着那该死的笑容？到底是如何看待死去的百姓？如何看待这群妖魔？在陈寂的眼中，对方居然可以冷漠看着同族尸首被啃食，然后同样冷漠地对待那群称兄道弟的狗妖，包括那头眼睛都睁不开的狗崽子。为什么杀了他们？难道不怕黄皮子报复？还是说沈大人已经有了更好的解决办法？他不想走，我又不愿让他继续吃人，只好找个折中的方式，让大家都满意。这也算理由？才几天不见，他发现自己竟然看不懂这位大人。待到身旁无人，七夜安静站在门口，终于丢掉了那块抹布，露出微微发颤的五指。他垂眸盯着手掌，用力攥拳，或是指尖安静下来。好讲脱，冷静，一定要坚持到镇魔司的到来。若是连自己都怕了，这偌大的薄云县可没有谁会拉自己一把。至于陈寂提出的问题，其实沈七夜也思考过，但最后想通了一件事情：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？答案是没有。自己撒手不管，这村里的百姓也是个死，横竖是死，无解之局。他做好分内之事即可，又何必自寻烦恼？与其在这里用什么大局为重，忍一时风平浪静的话语来麻醉自己，还不如多收集点妖魔兽元，增强实力。等下一条畜生伸出爪子的时候，一刀斩之。
开智狗妖未入出境，总寿145，剩余59年，吸收完毕。开智狗妖未入出境，总寿152，剩余61年，吸收完毕。未开智狗妖总寿80年，剩余79年，吸收完毕。剩余妖魔寿元199年，剩余自身寿元1年。居然还替我凑了个整，加起来刚好200年。经过一夜忙碌，陈继总算将妖魔尸首装上板车，然后把老驴牵了过来。无论沈大人有什么考虑，田埂上零星站着的村民依旧是那副麻木的模样，像活死人般垂手站着。唯有当目光扫过板车时，涣散的目光里还稍微有了一丝情绪。至少今日您保住了他们的性命。考虑个屁考虑！要夸人之前，还得先阴阳怪气的损一顿，什么德行？换做平时，沈大人哪怕是从门口路过，也恨不得刮掉百姓一层皮。今日亲手斩杀了妖物，这是多好的借口，居然就这么轻飘飘的走了，真是奇怪。陈继扪心自问，当时坐在狗妖旁边的是自己，恐怕也做不到这般干脆利落。想起来时，沈怡胡乱翻阅武学抄本。沈大人也对镇魔司武学感兴趣？就是随便看看，回了衙门就还你。卑职不是那个意思，卑职对这3式武学小有心得，若是沈大人感兴趣，我可以替您。话音戛然而止，陈继皱紧眉头，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。要知道，他当初努力习武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想用手中长刀砍了面前这个畜生，又怎么可能愿意传授对方武学习？把驴拴好，妖魔尸首也处理掉。沈老大，今个这么早？睁眼说瞎话的这位名叫张大虎，最受前身看重，有什么脏活累活都交给对方去办，算是心腹。沈老大，你交代的事情办好了？什么事？就是拿那陈进的小子的妹妹来顶刘家丫头的份了。你可不知道，就咱们县里这情况，那家不把闺女藏得好好的，为了凑足你要的数目，兄弟们这些天差点没把腿跑断。兄弟几个一顿安排，给陈进的小子送到六里庙村去了。放心，没个10天半月的回不来。到时候他妹妹，咱们哥几个先玩，然后再给山上那位送过去。狗屁的洗心革面，狗屁的重新做人，畜生就是畜生。操，他怎么回来了？护住沈大人！张大虎一声惊呼，县衙里冲出4个差役，歪七扭八的挡在了沈怡前方。与其说是差役，更像是徒弟。姓陈的，你好大胆子，敢在衙门里对老大拔刀，想活命的，快把佩刀放下，听见没有？敢做敢当，莫要求饶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先把刀放下。狗终归是改不了吃屎的。沈大人，下辈子注意。我曾是妖魔的前体，可能正是他们的寿元对我情深不死。在我接连吃杀了狗妖，往死之后，我的副官刚刚向死飞，扭头却发现他的妹妹即将被我送去给人妖当刑具。沈大人，下辈子注意点。小子还一套一套，我说了，先把刀放下。我要杀了你！把刀捡起来站好，打输了放狠话有个屁！你有老东西替你出头吗？看着被踹过来的佩刀，陈继彻底懵了。对方已经收好了刀，站在那里，这代表着在沈怡眼里自己毫无威胁。刚才如果没看错的话，沈其业看似随意的动作里，明显蕴含着伏妖刀法的味道，甚至是那种早已融入本能、炉火纯青的圆满之感。对方出刀比自己更快，
力道更大，对这门武学更熟悉，所以才能如此轻易地破解自己的攻势。不对，镇摩斯校尉传授武学至今不过3年，他怎么可能就修行至圆满了？人呢？真的，自家这位老大对合脚化泉水女人是擅长无比，可什么时候居然会玩灯呢？我问你人呢？前生给自己留下的事情还真够多的。前身就像前客，吃着衙门俸禄，全心全意地替各路妖魔解决需求。不同于黄皮子麾下那群狗妖，头脑简单到除了吃人以外再无他求。另一边还有群老人，渴求美色，最喜为长开的女人，然而生性暴虐。前身原本替老袁准备了6个女子，其中之一正是刘家那个丫头，结果刘家人又被狗妖给看上了，无奈之下，前身只好把目光放在了陈继妹妹身上。真是个畜生啊！张大虎发现老大是真生气，麻溜的给众人带路。走出衙门，不出2条街，张大虎转身进了街角一间茶馆。几个被绑的姑娘浑身泥泞，气息微弱，显然是饿了许久。老大都在这儿了，都是爹生娘养的，再也心疼，实在是没办法。去买些米面盐巴过来，再买些猪肉，多买点要快。好嘞！张大虎转身就走，他跟着沈老大多年，深知对方手段狠辣，当初稍有质疑的弟兄，最后都填了妖魔的肚子。不该问的话，一句也别问。我说的是买。得知明白，花银子去买，您放心。这般姿色啊，也怪不得被前身所惦记。最近天气凉，若是染上风寒就麻烦了。沈爷，这前身真是恶名昭著，居然连这个小姑娘都认识自己。休息一会儿，我送你们回家，其余人都给我滚回班房，东西放下，让她提着。这样对我妹妹，你还敢让我帮你当苦力？哥，我没事，你先忙你的。跟着我，等放衙我就带你回家。陈继妹妹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哥哥竟然真的听从了那位大人的话，带着米跟在身旁。把最后一个女孩送回家后，看着整日都冷着一张脸的沈大人，此刻居然拱手抱拳，噙着歉意的笑，随即温和的替母女俩关上了门。陈景瑜不禁轻笑，觉得莫名有趣。哥，这是沈大人，不会是你们衙门新来的上司吧？不，他就是沈怡，离他远点。沈大人，剩下的是给你妹妹的，不拎回去吧。卑职不是想说这个，先前的狗妖也是如此。莫非这些问题只要闭口不谈，就能当其不存在了？我不知道。您莫非在与我开玩笑？沈怡平静看去，他说的是实话。现在的百云县早已危机四伏，远远不是一个坏人痛改前非就能解决的问题。在刘府突然对自己出手的黑皮狗妖，在村里住下的黄老六夫妻，还有要求越来越高的猿妖，沈怡只是个小吏，没有沟通镇魔司的资格，也就没有在其中转圜局势的能力。自身剩余寿元1年，保全自身毫无意义。想要活命的话，只能希望于这里有那种可以延长寿元的高深武学。走。去哪儿？去你家蹭饭，肚子饿了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当初镇摩司校尉单独找过我，说我颇有天赋，除了3式武学以外，单独替我写了这78字真言。这是要炼之法，筋骨皮肉4重大关，一旦修其圆满，便是人间凡胎巅峰。校尉一双慧眼，却单独看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早就看穿了你的品性。可惜3年时间，我连第1关都未能冲破，现在才给你，大概是起不了什么作用。但是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帮忙了，你慢慢看吧，我出去帮忙烧菜。对于陈继所言，沈七夜强人起色，只是挥手道：“去吧去吧。”对方的说法没什么问题，即便再高深的武学，临时抱佛脚也起不了大，但是对自己来说就完全不同了。剩余妖魔寿元199，幸好早上的时候忍了一会儿，先来个10年。第1年，你熟读要炼之法，以天地精华蕴养身躯大筋。第7年，你隐隐有了破关的迹象，浑身大筋如龙，但苦于筋元不足，你只能循序渐进，厚积薄发。第10年，你冲破金关，风雷宝卷上边入门，
这是什么武学？在全部修行圆满后，力大如牛，分如飞雷，让沈怡甚为震惊。沈怡看着还算充足的妖魔寿元，决定直接梭哈。第106年某个早晨，你忽然注意到了皮肤变化，心里却没什么惊喜，仿佛一切都理所应当。风雷宝卷上篇大成，颈部皮肉只剩最后一步。第182年，你的身躯在100多年的酝养下，已经成了那不可捉摸之物最好的神器。风雷宝卷上篇圆满。沈怡闭上眼，那境界似乎已经唾手可得，只差临门一脚。出境代表着重新开始，以另一种姿态在这方天地之间重活一世。但现在那一脚却无论如何也跨不出去，因为78字真言就只写到了这里。你倒是写完啊，不上不下的算怎么回事？凡胎圆满之后该怎么走？吃饭了。陈寂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沈怡。狗贼，你到底在看什么？吃饭，自己现在还剩1年寿元，哪里提得起那些心思？等等，精元炼体，凡胎巅峰，不给长寿元的吗？我去公园打打太极拳，还能多活2年呢。自身剩余寿元21年。20年寿元，说长也不长，但也足够用。剩余妖魔寿元17年。吃个饭的功夫啊，又变成了穷鬼。杀妖这种事情其实并不容易，沈怡不过是借助前身的关系网，才有机会和妖魔独处。但随着一头头妖物失踪，这种数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将会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崩塌。秦大人，可算找到您了，宋头让你赶紧回去述职。述职？宋长风平时对我可是能避就避，今日怎么还刻意找上来了？我去趟衙门，早些休息，不用替我留灯。沈怡重新看向身前的2个差役，这都是自己手底下的人。但此刻2人眼神躲闪，显然是心里藏着话。能把他们吓成这样，叫自己过去的人，大概率不是那位宋头，沈大人来了。沈兄弟，为何止步不前？将兵走。我推演180，只为将风雷宝剑修炼至圆满境界。东山的元妖却因为我没将少女及时送去大发雷霆，将我骗去县衙，准备给我一个下马威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现在的我早已不与妖魔为伍。兄弟坐。你怎么才来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就是这般处理妖魔的，都把他们处理到衙门来了。沈七夜看向地上3颗血淋淋的狗头整齐摆放，他回头看了一眼门口2具温热的差役尸身，又看了看坐在正中的如山老妪，还有1颗在这儿呢。今日本想来瞧瞧你替我等群的脚迹，无意嗅到了那群土狗的味道，这才进来看看。放心，你单是发力，我们对你还是很满意的。不过你官太小，做事还要被这等庸人呼来喝去，特不爽利。今日我替你除了他，祝沈老弟再往上爬一爬。狗妖不是我杀的，送我这就辞官，不要杀我。沈七爷，我从未招惹过你，你这是为何？放开他！这个时候能当一个狗腿子在这里发号施令了？若是松开他，有什么好处？他虽没有想过要真的放了宋长风，但还是挺好奇沈七夜这人面兽心的东西，今日是在唱什么大戏？松开他，你可以死得轻松些。有趣，那我要是不松呢？我会把你剐成一副骨架。我算是听出来了，今天姓沈的压根就没打算让自己活着走出去。东山的元妖可不像西郊的黄皮子，狗妖一生一大堆，良莠不齐。换做那稍弱点的7、8个捕快也能勉强制服一头，但元妖从始至终就只有5个。
除开那头不知活了多少年、许久未曾露面的大妖，下面4个兄弟也是个顶个的精锐，仅凭这点数量便能与黄皮子斗得不相上下。现在4兄弟来了3个，在听到沈七夜的话语后，他没有出声嘲讽，也无需用咆哮来震慑敌人。老袁只是逐渐加重手中的力道，锐利指甲刺进宋长风额头上的皮肉，捏得他的头骨咯吱作响，似乎下一刻就会像颗熟透西瓜似的炸开。希望他能教会你该怎么说话。如山老袁手上的动作微滞，他不理解如此熟悉的一个人，为何每一个动作都超出了自己的认知。但一个兄弟的丧命，显然是冲破了他的理智。青山大，你敢动一个试试？下意识的想用手中的宋长风来命令对方停止，但话未出口。他盯着沈七夜那张毫无波澜的脸庞，顿时反应过来，对方手中的是自己兄弟，而自己手中的跟沈七夜有狗屁关系。给我住手！那诡异的红色锁链森冷刺骨，仿佛要将人浑身冻僵，似乎还要侵蚀神智的效果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所谓的妖法，本以为凡胎圆满以后，出境之下再无能威胁到自己的东西，现在确实有点棘手。思绪间，拔刀的动作有了变化，不似以前的迅猛。相较之下，这次拔刀要缓慢。死了！宋长风蜷缩在角落，余光瞥到青年缓步走来的身影。宋长风虽是沈七夜上司，可平时也是避着对方，生怕他对自己下手。一役必散，举手投足间便将3头元妖屠戮殆尽。如此强悍的武力，绝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而成的。再联想起沈七夜平时呼朋唤友、夜夜笙歌、走2步就要伏妖的模样，宋长风莫名胆寒起来。如此隐忍，所谋哪般？拜杀我！至于吗？又没真断胳膊少腿的，堂堂一房主事，元妖都死了，还怕成这样？出了衙门，走上东街，沈七夜熟悉地站在一个面前，伸手敲了敲门。你还知道回来，死外面得了。开门的是个30岁上下的美妇，身着紫色薄纱，相貌妩媚，保养得极好，皮肤细腻紧实，风韵腰肢绰约动人。待看清沈七夜面貌，他脸色微变，狭长眼眸中浮现一缕喜色。你怎么来了？那老东西还在衙门？去衙门坐着喝茶，也能把自己搞成这样，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把宋长风放到床上，沈七夜转身出了门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早跟我进屋，嫂子替你好好检查一下。宋头斩了妖魔，卑职还得回衙门处理后续，就不叨扰了。他还能斩妖，有那本事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开至元妖成3，未入出境，总寿1101，剩余205年，吸收完毕，剩余妖魔寿元222年。这笔寿元，沈七夜打算全部投给风雷宝卷。也不知道200年够不够。3头元妖消失在博云县，跟先前的黑皮狗妖和黄瓦六完全不同。其余元妖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事情，家里孩子一下子死了大半，那头正儿八经的大妖岂会放过自己？算了，先睡觉再说。沈七夜彻底闭上眼，享受片刻的安宁。有了17年寿命，没什么不满的，就是身边没有一个可以抱着的柔软香躯啊。击杀东方的之后，我的妖魔寿元已经到达了220年。打赢这4个妖族士，我已然得罪了2个。刚到家的我想要休息这会，却发现床底传来了奇怪的动静。这混蛋为虎作伥，你不得好死！快放了我，否则我会报师门，一定要将你这狗贼千刀万剐！前身到底还给我留下了多少麻烦？
女孩看着被斩断的麻绳，张张嘴，似乎有些意犹未尽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骂下去。这就被放了，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。饿了，有吃的吗？出去。自己是很想有个女人相伴，但还不至于被色星迷了脑子。女孩的身份太过特殊，博云县林家的独女，单枪匹马惹上了那群狐妖。可狐狸好奇人间繁华，调来一场狸猫换兔子的戏，让沈七夜亲手把重伤的他送回了刘府。至于真身，便赏给了沈七夜。前些日子每天还有米粥可以吃，现在连水都不给喝了。你知道这2天我怎么熬过来的吗？你要我放了你，我已经放了你，为何还不走？一头能随意化形的狐狸，绝不是现在的自己能对付的。对方进了林府，暂时还未动手伤人，现在不想事情弄得更糟。那2句过过嘴瘾罢了，当我傻？那畜生在我身上留下了禁制，我但凡跨出这房间一步，他半个时辰内就能过来摘了我脑袋。所以对你来说我很安全。你动我，我就跟你拼命；但你不动我，我就要吃饭。听着，我现在要休息，至于你，只要别再发出声响，其余随意。他承认林白薇非常漂亮，即使是这副狼狈模样，也是他穿越过来以后所见之人中最为惊艳的。但这也经不起对方像个女鬼似的披头散发，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旁边，用那种阴森森的目光一直注视着自己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我可没发出声音。我现在很想把你再塞回床下。随便，是要再绑起来吗？你这是赖上我了。我只是不想死而已。我得吃东西才能活着。不想死，你还去招惹那群狐狸？沈七也觉得有些离谱，本以为是个莽撞冲动的大小姐，没想到还挺能屈能伸的。他们不是博云县百姓，怎么成了我招惹他们？林白薇忽然将脸庞凑近过来，她像幼兽般嗅着腥臭的气息，抬起头。况且，你不是也在招惹他们吗？我可没你那么蠢。你真的有什么事吗？能分辨出妖血的味道，说明对方还是有点真本事的。劈山桃花斧，18式断浪掌，诸妖无双剑，只要2包子。你想学几招？继续睡吧。果然，像陈介那般随手掏出功法的好事，偶尔遇上一次也就够了。还是自己的面班比较靠谱。随便编出来的名字，果然是骗不到实物的。莫非是自己在外面待得太久了？一个小小的行房差役，是怎么接触到出境门槛的啊？要不要再重新编一套靠谱点的东西？这女人不肯说实话，若是以武力相逼，估计也是费劲。一旦狐女的事情败露，自己就真的泥巴掉进裤裆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现在解决之法，唯有一刀砍了林白薇，找个地方埋了。即使镇摩斯发现了什么，也来个咬死不承认，就是自己也被狐妖的幻化之法蒙蔽了。感受到那随意目光中极力隐藏的杀意，林白薇瞬间清醒不少。啊，我也不打鼾啊，哪来那么大起床气？哎，赶快吃。怎么没肉？有肉的叫夹馍，没钱凑合凑合得了。沈七夜并非不敢动手，连妖魔都砍了，何况更羸弱的凡人。只要能赶在镇摩斯之前先砍了林家那头狐妖，同样可以万事大吉。至于眼前的女人，索性眼不见心不烦，转头离开了房间。待他脚步声走远，林白薇停止咀嚼，若有所思地朝门外看去，神情间显然是松了口气。他深知一个武者在达到沈七夜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对超脱之法的渴望会恐怖到何等。但即便是被刀架脖子上，林白薇也不可能吐露分毫，这是上面定死的规矩，一旦违反，对方肯定是没命了，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可吃。连这都能忍住，那你都快比上我了。当前武学透骨擒拿手大成，伏妖刀法圆满，出境伏妖镇阳刀，排云长拳圆满，拳掌精通，灵蛇八步圆满，风雷宝卷上天圆满。当前自身胜于寿元21年，胜于妖魔寿元222年。
灌注风雷宝卷。沈七夜现在想要的是一整天关于突进做法，为此再多的消耗他也不在乎。第1年，你看着早已烂熟于心的风雷宝卷，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。第120年，你让身躯到达濒死状态，利用本能去汲取天地的馈赠，对气息入体的方式愈发熟。你终于将全力战，命在于舒特，唤起为风雷狐妖真气。很好，只不过是3条元妖性命就能换得超脱之法，甚至还没用完，简直断饭。现在的沈七夜随便挥出一刀，都要远胜于昨日的狐妖正阳刀，有点飘了呀。自己现在同时沾上了3方妖魔，可以说危机重重。运气好，这还40多年寿元，可别白白给送掉了。沈七夜走进一间食肆，点了2个小菜，1壶好酒。沈大人，昨日您没事吧？还行。几个丫头都送回了家，元妖何时过来？已经打发掉了。闻言，陈寂略微怔住，自己整夜都没睡好觉，对方居然已经不声不响的把事情给解决了。元妖没有说什么。他们说我以前办事麻利，对我痕头的位置让给我做。你同意了？没有。明白头。不过这2天上头说做事要收着点，可能有些过了。估计这2天的风声已经传了上去。两位客官，我知道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你知道吗？柳叶界死人了。我知道，刚从那边过来，莫提，提老吃不下饭。柳叶街是他管辖的地盘，准确的说，他就是从那里醒过来的。上面的动作还挺快的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蒙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。听说很恐怖。都让你别说了，想想都有点方位，快点猜吧。小二，结账。爷，您稍等，这就来。哦，沈爷，那阵风把您给请过来。这要是在窑子门口，兄弟我亲手给沈爷抬进去，花销全包。但这是上头吩咐的公差，您这就不太合适了吧？沈爷，你就是不给我面子，也得给典吏大人一个面子。这面子我要是不想给啊，那我张某人还就把话放在这儿。博云县谁都能进这院子，唯独你沈七夜进不得。曾经他们怕沈七夜，怕的是衙门对他的看重，但现在风头已经转向，上面明显是在针对姓沈的。一旦被扯下了虎皮，对方只不过是只虚张声势的狐狸罢了。弟兄们，给沈爷亮家伙，让他醒下酒气。你想造反？瞎了你们的狗眼，认不清这是哪条街，给我绑了！闻言，张大虎懵了。他说的都是我的词呀，陈记这是咋了？骂的比我还熟耶！沈怡进入院子，蹲下身子，看向草席上好不容易拼凑完整的2具尸首。这不是一场捕食，而是充满了报复意味的虐杀。当他掀开白布，看到那少女的面庞，回忆瞬间涌入大脑。这正是他穿越过来见到的第一个人，也是他救的第一个人，还是第一个给他洗脚的人。狗妖很好。不是，这是你家亲戚，还走老子，看了又能如何？有能耐你朝知县使去，朝这城外的妖魔使去。这一看就是狗妖的手笔。问题你能找出是哪几头干的？就算你找得出来，你又能干点啥？既然找不出谁干的，那就不找了。不要存有任何侥幸，每死一头妖魔，剩余的畜生们就会愈发残忍。若是等元妖出世的消息传开出去，下次来伏击自己的，恐怕就是真正的大妖了。我需要更多的妖魔寿元。来六里庙村，我就发问你，能有这份闲情逸致的，唯有其中不愁吃喝的那条楼。要快，否则六里庙村，沈大人，要不还是找典吏大人吧。只要他愿意张口，有机会请到知县府里那位强悍武师去和妖魔收起。刘典吏早就打过招呼，你现在调不动办的差役，老是在县里待着，你运气好，有人
人保你。至于别的贱民，你也没本事去管。现在既然他们想谈一谈，自己怎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？是上次那个差役亲手斩杀了狗妖，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收银子。差爷，喝水。沈七夜气息匀畅，丝毫看不出刚才经历了全力奔走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只见崎岖山路上，两只狗腰肩上扛着2丈高的巨大布辇，在那布辇上，一具至少800斤的身躯悠然躺平。最为亮眼的，则是那油光水滑的深黄皮毛，与其他的狗妖形成了鲜明。狗妖回来了，这下躲也躲不掉，认命吧。这里只有一个差役，腰间只有一把刀。他们等了许久，都没有看到别的身影出现。村民们似乎明白过来什么，涣散的眼中多出几分绝望。差爷，你快走吧，狗妖成群结队，留住性命才是上策。除开黄皮子，还有总计12头高大浅妖，这数量也与前身留下的记忆差不多吻合。不算老弱妇孺，对方仅凭这2位数的精锐妖魔，就能盘踞一方，称王称霸，压得博云县800军伍不敢出城，上百个差役胆颤心惊。然而，对方还是几大妖族势力里最不起眼的那只。我没觉得你会来，更没觉得你会这样站在我身前。你有儿子吗？我死了2个儿子，我总共只有，气不得了。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他们，但忽然少了2个，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。有点奇怪，他们消失的地方为何都是归你管辖的？看在你以前恭敬有加的份上，给我个解释，由你诠释。黄皮子朝下方看去，恰巧对上沈七夜看来的目光。对方清澈脸之中无悲无喜，颇有浓郁的杀机。你就是这样杀了我，现在还想杀了我？妖物生育本就困难，还有未能开智的、半路夭折的，最终能活下来的都是体格最壮实的那些。这么多年下，他积累的儿孙总共只有这10几个，就在转瞬之间便死了一大半。现在你能记清你有几个儿子了吗？干涸的泥地被灌溉成暗红色，腥臭味漂浮在整个田野。一人一刀自他脚下起，前方犹如滚玉，后方却还是原本的那个村落。我以为你们很喜欢这种场面。死了个干净，倒也轻松不少。随着话音，他身上的肉块轻颤之间，忽然有了某种规律，然后有猩红煞气从皮肤涌现，比雾气更浓，瞬间便将周围全部笼罩了进去。猩红煞气所接触到的东西，眨眼间开化到清水里。终于出来点真本事了，既是大妖，便是得到了超脱，又怎会不懂妖法？呼吸间，沈七夜体内5个大窍同时开始运转，运着猩红的白雾附着体表，与那煞气触碰的瞬间，犹如水火相遇，消耗的极快。哎呀，痛快！黄皮子呲着牙，发射不断挥舞，猩红煞气迎风而长，笼罩的范围足足10丈。红雾覆盖之下，生灵皆亡。
唯有超脱之后的武者能用天地之息抵御些许时间，比拼的无非就是谁的积累更多。饶了我！斩杀出境前期狗妖，总寿575年，剩余180年，吸收完毕。而另一边，陈寂匆忙回家安顿好妹妹，还是决定独身过来瞧瞧。不多时，一抹血腥气味钻进鼻腔，陈寂面色微滞，下意识握紧刀鞘，似乎是猜到了什么。2个村民缓缓走过，他怔怔盯着2个村民抬着的物件，那是一条毛茸茸的粗壮大腿，毛发已被血块粘结，显然是死了有一段时间了。刚才那位差爷说随便我们吃，吃不下的给他装在板车上了。差爷？还能是哪个差爷？整个白云县现在敢踏足此地的，除了沈七夜还能是谁？陈寂感觉自己快糊涂了，便向前方赶去。很快，那道熟悉的背影出现在眼前。沈七夜安静站在那里，旁边一些村民忙碌地从米田里捞出妖魔尸首，偶尔捧出一截胳膊，脸上便越现笑容。陈寂浑身僵硬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对方身旁。妖魔呢？都打发掉了。这话怎么这么耳熟？好像自己先前问对方元妖之事的时候，沈大人也是这般答复的。你管这个叫打发？柳叶界死人了。这一看就是狗妖的手笔，本体你能找出是哪几头干的？既然找不出谁干的，那就不找。我没觉得你会来，更没觉得你会就站在我身前。饶了我！妖魔呢？都打发掉了。陈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想起自己先前问对方元妖之事的时候，沈大人也是这般答复。你管这个叫打发？这里是城西郊外，踏出去就是黄皮子的势力范围。对方就站在这里，屠戮了遍地的妖魔，那就只剩下2种可能：要么黄皮子离家出走了，要么同样死在了这里。这怎么可能？去把尸首收拾一下，该回去了。正好来了个苦力，不用白不用。剩余妖魔寿元672年，12头精壮狗妖加上黄皮子贡献的180余年，这下妖魔寿元积累的足够多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个意外事。刚刚击碎黄皮子的时候，体内竟然有个未知可望的气息。不管了，先收好回去。这黄皮子不过出境前期的修为，我则是出境中期，以强对弱，居然还打得这般费劲。修为固然重要，最好也能有个3两招压箱底的手段。镇魔司传下来的3式武学，对上真正的大妖，已经有些乏力了。经过一夜的忙碌，村民们已经将妖魔的尸首堆成了一座小山，放在了马车上。这是要干嘛？回城，想要获得好名声，加入镇魔司，并非自己想的那般简单。衙门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坏了计划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必须做出切割了。妖怪进城了。 2个跟着一起进城村民脸顶佝偻着身，脸上带着些许久没进城的好奇。见了这群人的丑态，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。傻眼神，俺们遇到妖怪还得走都走不动，但也不至于怕一堆食物，是作破相连。是沈七夜，沈大营，您这边请。您这下可算是把衙门给得罪完了。 陈寂不禁发出苦笑，向来以为人处事著称的沈大人，为何会突然做出堪称莽撞的行为？有的选吗？年有力斩妖魔之能，却也没必要弄得人尽皆知。凭自身本事，自有大好前程。说到一半，陈寂忽然愣住，他懂了。镇魔司巡查在即，
若是能展现出百云县平安祥和的一面，自然是前程无忧。可对方已经得罪了妖魔，必要时谁敢保证衙门不会将其推出去挡刀？若是等妖族联手上来要人，等同于把身家性命放在那群本官手上。与其这般，还不如打出声势来，让全县人都知道沈七夜是何等人。在镇魔司校尉的查探下，谁人又敢说自己堵得住10余万百姓的悠悠之主？这哪里是莽撞，分明就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跟了您2天，我都快长出脑子来了。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挡爷的道？黄皮子。在看清黄皮子的脑袋后，张鹏天瞬间反应过来，沈七夜是怎么活着回来？得快去禀报刘典丽。怎么才回来？肚子都快饿瘪了。你这是去当差，还是去妖血池子里泡澡去啊？将就一下。见他不愿多说，林白薇懂事的不再问下去，坐到桌边，期待的掀开了被妖血浸染的荷叶。哎，咦，竟然有肉！我说将就一下，你好歹挑里面干净的。像你这种没尝过苦日子的，才会那么矫情。关在荒郊野岭，谁管你会不会饿死？这话说的倒像自己是豪商家长大的，而对方才是在街头混大的一般。你打算待多久？在后院搭了个小棚子，尽量不去打扰你。至于住多久，再住1个月。这女人嘴里没句实话，身世看似清白，实则多年前就被林家送了出去，回来时不知学了什么本事，竟敢单枪匹马出城降妖。原本沈七夜以为对方是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，但最近相处下来，沈七夜发现对方心思缜密，神情举动间又像是吃过苦的，压根不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蠢物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惹到了那群神秘无比的狐妖，最后还能活着回来。狐妖不杀他，理由是什么？不行。哎，怎么？你不是一直想留我做你媳妇，反悔了？看着沈七夜情绪没有丝毫变化，林白薇颇为无奈的叹气，霎时间浑身气质悄然有了变化。虽然不知道你只是个小差役，还是替妖魔办事的那种，为何会突然招惹上他们？故作镇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迫切想要知道超脱之法？唤一声师傅，我助你登入出境门槛，如何？先前太过急促，编的武学名字太过粗糙，今日自己有备而来，还唬不住你这小年轻，笑话！你离乡学艺，学的是唱大戏吗？你想干嘛？证明你的价值。2选其一，请务必少点戏，我没什么担心。除掉黄皮子之后，百云县其他妖族势力对我更加警惕。对战之中，我已发现实力不敌对付真正的大妖。如今空有妖魔寿元，却没有体力学，我必须找到提升实力的途径，只能求助被狐妖封印的神秘女子，以作试。寿元？哎，你哪里弄来的？400年左右的寿元，这是黄皮子的。清晨时叼着煎饼出门，夜时便带着出境妖物的寿元而归。博云县的差役何时生猛到了这般地步？一般这种橙色的寿元可以直接作为聚气丹的主材料，可以辅助炼制更高级的凝液丹。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，直接吞服炼化也能发挥出7、8成功效。只是糟粕较多，对修行有些许害处，最好多花点时间。我这句话可是实话。当然，无论是做何用途，都不是出境之下的武者能够享用的。闻言，沈七夜点点头，随手将寿元收了起来。倒是跟我猜的相差无几，不过林白薇能一眼认出寿元来自于谁，这确实超出了我意料。对方莫非对整个博云县附近的妖魔都有了解？你可以留下，但我不会参与你和狐妖的事情，也不会过问你的身份。作为条件，我要2本真正的出境功法：桃花劈山斧、猪妖无双剑。我现在没有功法，
只能等获救以后再给你。可以，这些手机你拿着，后面方便联系。这么多。评论区官方在搞年终大促，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 Mate 70 Pro 库存管够全免费送，可惜大家怕被骗都不敢领，厂商都要收回去了。试试又不花钱，他们不敢我敢。我干不出骗人的事，想领手机的跟着我这个步骤来，就在评论区，升级就没有领不到了。啊！博云县突然斩了黄皮子，就不怕其余妖魔震怒？虽然妖魔之间各成派系，但在对待朝廷上态度可是一致的。要我说，就不该先弄黄皮子，打草惊蛇。什么意思？这犬妖不过是刚入出境，而袁通天待在东山多年不出，就是在为突破出境圆满做准备。他应该是对这种事情最忌惮的。还有青林老母，100余年前就有传闻说他已是夜境大妖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会上报朝廷，请来几位镇魔司偏将，先除了蛇妖，老袁黄狗之流自然逃窜而走。靠谱啊！我领了台3折点。大家放心冲，我亲自领到才敢推荐。我作证确实好领，我都已经发货了。福利真实有效，评论区我再加3000台3折抵，达到等级没发货直接找我。乌鸦呢？困了。多谢提醒，还算你有良心。来到寂静小院，少女眼中的轻松褪去，脸上的神情逐渐变得复杂起来。那可是一头实实在在的出境妖魔，对方一个寻常差役，连功法都还要想办法从自己这样的陌生人身上获取，即使有所奇遇也不完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竟能将狗妖斩杀，若是能给对方铺好一条修行之路，未来成就必定非凡。如此资质，若是死在了博云县这趟浑水里，那才叫暴殄天物。可惜现在自身难保，实在无力再去管那许多闲事。好啊！在林白薇离开房间后，沈七夜将寿元含在口中，一股腥色自舌尖蔓延开来，但其中蕴含的天地之息又犹如蜜糖般吸引。剩余妖魔寿元672，将寿元灌入风雷伏妖真气。第1年，你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，除去寿元中的糟粕，只取其中精华，同时不忘吸纳天意，修为有了飞速进展。你成功填满了第6窍，对不要人接上，但寿元中的精华仍旧源源不断的灌注而来。你填满了第7大窍。你从寿元中领悟了血杀残缺，剩余妖魔寿元671年。不错，自己的想法果然是正确，只要宝药在体内，就可以影响到武学推演过程。没想到效果竟然这么快，一枚寿元入腹，只能相当于20年苦修。这个血煞又是何物？血杀残缺，吞噬妖魔寿元受到污秽侵蚀，将其感悟，纳为己用。你体内的天地之息带有腐蚀的效果，这难道是黄皮子的那式妖法？也算是勉强补上一点进攻的手段。继续灌注妖魔寿元。第72年，你终于填满了第10窍，在你的眼中，这方天地逐渐变得清晰。第104年，水满则溢，你的身躯已然饱和，再容不下丝毫多余体力。12窍满，风为伏妖。第130年，或许是天道酬勤，你体内第1个大窍中有一缕气息忽然凝结，化作玉雾。第268年，你第1个大窍中近乎半数的气息都化作玉露。剩余妖魔寿元300年。凝气成液，这应该是林白薇所说的玉液体。或许待到12中，所有气息都化作玉液，这算是正式踏入了下个阶段。不过这太过消耗妖魔寿元，简直是浪费。剩下的300年还是留给进攻手段。灌注伏妖刀。第1年，即使对你现在的境界而言，这门刀法已经显得太过粗浅，但你还是重视起来，如同当年初试武道的时候，板板正正的开始练习。第46年，你挥出最后一刀，只觉得通体舒畅。粗浅的招式在你的脑海里融合，逐渐变成了崭新的东西。第55年，你悟了出境血煞刀法。
原来如此，这血煞刀法每一式都充斥着凶悍戾气，明显沾染了许多属于妖魔的狠辣。这是一套真正属于出境的完整武学。若是现在对上黄皮子，我有信心在3刀之内拿下对方。白云县衙门班房内竟是站满了差役，陈继站在当中，身旁是13个狗妖手，在主位上，须发皆白的老人端坐，身着青色盘领衫，他双眸闭合，皮包骨的手掌紧紧捏着扶手，手背上青筋狰狞球起。有点理，除妖也是咱们分内之事。闻言，老人徐徐睁眼，目光扫过地上的妖魔头颅，又快速移开，似是不敢再多看一眼。敖秀梅这个本事是你们的本事，是他沈大人有本事。既然如此，那他便把妖魔之事一并管了吧。话音间，刘典丽骤然起身，暴怒着一脚踹翻了面前桌子，全都给他一个人管。沈大人，你可得替我们做主，请稍多让我们寻机，让我们去管什么妖物。城西3条街多少油水，那可都是兄弟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业，松头一句话就给咱们废了。这是典丽的意思。此时刘典丽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他不仅要让这几人边缘化，更想让他们死，让其他人看见跟着沈一混的下场。他知道是您杀了黄皮子，趁今早来的，发了一通脾气，天未亮就走了，怕撞上您。刘典丽临走时给我留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您要是想通了，临湖水酒去他那里坐坐。”知道啊，刘典丽不愧是混了这么多年，若是我闭门不出，就成了全县人茶余饭后的笑话，只能低头接受他们的条件。若是费力不讨好的杀妖，这不纯傻子吗？刘典丽的意思很明显，世上哪有人愿意无缘无故的与妖魔为敌？所谓枪打出头鸟，又没银子可挣，没有人会因此拼命。不过你没有想到一点，杀妖我是真的能获得好处。此时沈七夜心里丝毫没有波澜，甚至有一丝欣喜。你是不是没听懂我在说什么？这可是要丢命的大事。这世道到底怎么了？前些日子自己还在痛斥对方的胡作非为，短短几天功夫，反倒是自己变成了说客。一家娶媳妇要多少嫁妆？什么？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一码归一码，对方勉强算得上个好捕头，但那烂糟的私生活，则可不能把妹妹往火坑里推。幸好对方没听清楚。其实我喜欢成熟一些的。不是沈爷，这可怎么办？开院门，平事道。沈爷，林家有邪祟的消息。斩杀出境前期狗妖，吸收完毕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个意外手段。你管这个叫打发？既然如此，那他便把妖魔之事一并管了吧，全都给他一个人管。您这下可算是把衙门给得罪完了。乌云县突然斩了黄皮子，就不怕其余妖魔震动？这次来伏击自己了，恐怕就是真正的大妖，将寿元灌入风雷伏妖真气。第55年，你领悟了出境血煞刀。不是沈爷，这可怎么办？开院门，平事道。沈爷，我有邪祟的消息，林家供奉6七死了。这是林白薇所处的那个林家，这死的也太巧了。走吧，去看看。林府藏了一只狐狸，还是前身亲手给送进去的。他每犯下一桩血案，都要算到我身上。若他不慎被擒获，自己恐怕得跟着去一趟镇魔司大狱。哟，沈捕头，我家小姐不带府里。不在。出城踏青去了，还需几日才能回来。你要是找别位小姐，还是先回吧。我不找他，劳烦带我去看看尸体。无妖不在，却死了个武道高手，这倒是奇怪。您要是真想看看，那便随我来吧。
这位可是沈小友，久闻大名，幸得一见。前辈谬赞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神捕头最近高升了，统管博云县一切妖魔祸乱。老夫说了，此地无妖，乃是普通命案。嘿，你明就是有妖。人家哪有你的公差可办？还是说你信不过老夫？带路。啊，好。师兄与他很熟，只是惜才而已，未曾想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是师兄怕他知晓了咱们被妖魔唬住的事情，白白丢了脸面。记住，这里的水比你想的要深，它又能有什么不同？等会儿还不是像我们一样，乖乖找个借口出来。沈七夜二人跟着管事来到一处偏房，看着对方缓缓掀开白布，露出下方的尸首。瘦头陀啊，这是何等睁眼说瞎话的本事，佩服！昨日还是好好的，都一晚上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堂堂武道高手，哪怕撞上妖魔，又怎么可能死得悄无声息？发现他的人不是我林家的。当初林送8位小姐回来，他伤势痊愈以后，心情虽无变化，但记忆确实缺失了许多，记不得许多亲戚。半月前，他说有个外面结识的好友要来家里做客，仅是个年轻男子，那事情本不该说出来。小姐还是黄花闺女，林二位听过便算，千万别往外说出其坏了名声。老爷心疼小姐，所以将此人留了下来。小姐与他甚是亲密，我等也以上宾相待。刘琦的尸首就是在他的房间里发现的，小姐那几日又恰巧不在家。林家人早就有了怀疑的对象，之所以去寻找瘦头陀，压根就不是为了寻妖，而是想要灭妖。他在哪儿？在这。你就是沈七夜，怎么才来？飞山青年话音中充斥着高高在上的威严，看沈七夜的眼神就像在看自家奴。县太爷请来的高手认识沈七爷也都罢了，怎么小姐带回来的外地人也认识他，都是熟人，还出过屁的妖，别再合起伙来把林家给活吃了。另一边，陈寂的神情却是微微低沉下来。如果说刚才只是7、8分怀疑的话，飞山青年这句话一出来，他完全可以肯定对方就是妖魔，只是披了层人皮而已。原因无他，对方的语气，陈寂实在是太熟悉。这几年那些进城的妖魔几乎都是这般和沈七夜说话的，接下来便是替他们寻找新鲜肉食，亦或者抢哪家的苦力。沈七夜脸上看不出什么波澜，似乎并没有觉得被飞山青年的话语所冒犯。都先出去吧。下代啥人回来啊？下代还嫌局面不够乱是吧？也不看看衙门，那是除妖的衙门吗？卑职告退。原本还以为又要费些口舌，原来是你，倒是省了我的耐性。不必客气，我懂规矩。以后叫声七爷就成，不是七爷说你，他当初跟我讲过，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你。我等了这么久，怎么也等不到你上门，只好自己动手了。以后每个3日就过来一次，听见没？别嫌多，我待不了几个月。他人呢？怎么，七爷说话不好使？必须他亲口告诉你才行。他出来玩久了，回北衙看看老娘，这2天就回来。你要是饿到了七爷的肚皮，用不着他，我顺手就给你收拾了。就在这时，银七爷忽然发现沈七夜好像是有些失望，下一刻，对方垂眸看了过来。不知为何，银七爷忽然感觉心脏砰砰地鼓动起来，浑身肌肉紧绷，那是身躯遇到危机后本能的惊惧。另一边，陈寂2人出来，瘦头陀2位将管事恼怒的神情收入眼底，瘦头陀的脸色终于好了不少。瞧瞧我说什么，终究还是个年轻人，气势太盛，得了点奇遇就看不清自己了。哪个没有奇遇，哪个不是天才？哪个像他那般不识好歹？此等妖魔，他只有卑躬屈膝的份。
对方背后可是北衙的那群狐狸，即便是亲临老母，也不敢轻易招惹。像我这种从青州独身而来的江湖武师，都十分忌惮，居然有人敢不低头。那浑厚的气息，绝不是什么刚刚涉足出境，至少也是出境大成的高手。同为出境，何至于踏成这样？张屠户看着朝自己冲过来的虎妖，伸手从腰后抽出一把平平无奇的杀猪刀，想了想，他反手摆刀。斩杀出境前期虎妖，总寿520年，剩余132年，吸收完毕。你脑子坏了？提醒了你多少次，不要给我找麻烦。多谢。我手贱而已，看到什么都想抬一抬。混账！沈七夜收回目光，注意到了陈寂手中的刀，神情间多了几分疑惑。有点紧张，拿出壮壮胆子。行啊，把妖魔尸首带上回衙门。卑职遵命。他可不需要壮壮胆子，他胆子大到差点拿刀砍老夫哩，还问老夫是什么东西。刚刚他出言嘲讽你，我一时没忍住，是我冲动了。闻言，陈寂心里涌现些许悔意。本来现在除妖就已经很麻烦了，又何必为了一时之气惹来更大的麻烦？你真是这么说的？说了，倒也不是什么大事情。老夫也不是没有气度之人，只不过沈捕头，你也该多管管你的下属。所以你是什么东西？沈怡问完，仍旧淡定地注视着他，以至于瘦头陀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差点以为对方真的想要得到一个答案。从来到博云县那天开始，还从未有人敢这样挑衅自己，但不知为何，在对方古井无波的眸光笼罩下，他莫名的感觉有些慌乱。不，只是没必要和一个死人计较，太不明智，得罪了北衙狐妖，对方哪里还有活路？何须自己亲自动手？不愧是衙门中人，沈大人比知县还威风些，是老夫不知趣了。一把年纪了，别老是这样歪着嘴笑，容易面瘫。沈大人，留步！家里居然藏着如此凶悍的狐妖，你救了小女，我却怀疑是你勾结妖魔害了小女，是我这做买卖的狗眼看人低。您是个好人，白薇被妖魔所蒙蔽了眼睛，今日若非沈大人，恐怕我林家就要被那狐妖吃个干净。又听到这个名字，沈七夜陷入沉默。沈留下的诸多麻烦里，只有这件事最要命的，要么斩了狐妖，杀他灭口，要么除掉真正的林白薇，从此和北衙狐妖同流合污，几乎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不必如此，识朝廷俸禄，办职责之事，理所应当。就在这时，管事费力拎着一个大绸袋子，吭哧吭哧的将其放到了板车上。从板车晃动的幅度来看，至少也有800两，换成差役俸禄，差不多30年。千万莫要推辞，您要是不收，我实在过不去心底这道坎。况且这盏妖银连朝廷都是默许的。沈七夜走到板车前，掀开绸布包裹，看着里面明晃晃的银子，平静的眼眸里掠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嫉妒。狗大货，真该找根路灯给这些人挂上去，2个加蛋的煎饼才10文钱，这些银子够把小贩全家裹在煎饼里。就这些吧，
也不能白帮林家养闺女，伙食费还是要出点。沈大人，陈记想问问刚才的事情，他真没想到对方居然如此轻易的就和瘦头陀翻脸。以后做事之前动动脑子，你的命又不是捡来的。沈大人这话说的，像他的命是捡来的似的。即便是捡来的，客官又凭什么为不相干的人出头？咱不在这吃吗？谁跟你砸了？想吃自己买去。我闻到肉香了，是不是发疯了？腻死了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明日买些生肉和酱油，我做给你吃好不好？何必去抢别人？你会做饭？不会做饭早饿死了，不是哪里都有14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1斤猪肉大约20文，你每月俸禄节省点，算上柴米油盐，几乎每天都能吃上肉。我还会针线活，衣服鞋子破了也不用换新的。沈七夜沉默看着他如数家珍的模样，又想了想，林老爷随意拿出800两纹银的豪横。你真是林家小姐？你去找他了？你知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？他们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北衙狐妖有长辈云游至此，之所以没进城来，是忌惮我的身份。但你若是真动手杀了他的晚辈，将其彻底惹怒，谁也保不住你。所以你是什么身份？闻言，林白薇话音戛然而止，沉默良久，闷声闷气道：“这句你倒是听到重点了。这女人果然还藏着话，她身上的麻烦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得多。反正我不是坏人，我爹没事吧？暂时没事，狐妖不在府上，但是把其他妖魔带进了你家。谢谢。”林白薇努力让颤抖的手平静下来。沈怡想起对方之前说的话，他一定要活着。原来更确切的意思是，即便是亲父母生死难料，也得活着。我要加钱。什么？我说2本初阶武学不够，我要玉液境的，照就是2本，而且我要提前收1本当做定钱。既然身份有了变化，价码自然也不同。林白薇默默盯着他，竟然接受了这般趁火打劫。我只能记住1本，你给我准备纸笔，3天后给你。刚才说的话还作数吗？什么话？烧菜做饭。狐妖忌惮他的身份没有杀他，却随意的把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丢给了钱参，无非就是想借钱参的手做掉这个女人。走，林家将独女送出去拜师学艺，或者最后送进了镇魔司是吧？他最怕的哪里是什么狐妖，分明就是自己呀！若是被朝廷差役所害，就能让狐妖们从此事中轻松抽身，把锅甩得一干二净。要是自己当初心念稍微想错分毫，真一刀斩了这个女人，亲手杀了镇魔司的人，我光是想想被整个大前朝悬赏的场景，便有些后背发凉。做就做，不就是做饭吗？撑死你！等自己熬过这个月，想办法解了封印，到时候一定要准备一大盆刷锅水，捏着他鼻子往下灌。剩余妖魔寿元226年。果然麻烦和机遇总是相伴的。若不是前身做了蠢事，自己又如何能轻易获得关于玉液境的武学？妖魔寿元又有些不够。沈郎，许久不见，可曾想过母亲？1集不够看，主页置顶视频还有3集哦。沈郎，许久不见，可曾想过奴婢？奴家的确听闻沈郎性情大变，可还是想不明白，为何连生意也不做了。我们只不过是奉老母之命，让你请采花坊的师傅去山里，替他打几件漂亮的首饰罢了。刚才这一刀看似简单，实则熟练老道，返璞归真。即便是天资卓越之辈，也得下个几10年苦功，才能有这般韵味，气势更是强悍，丝毫不弱于自己数百年的修行。即便我们姐妹2人一起出手，也未必拿得下对方。既然沈郎不愿再做这些琐碎之事，明说即可，奴家这就离去。
这绝对是我目前见过的最强妖魔。这诡异的练习手段，还有这消失的本事，若是自己也能学会。念及此处，沈七夜重新看向眼前这个附着黑鳞的白皙女人，眼中多了几分温度。在这灼热的注视下，黑蛇女感觉又看见了曾经的那个色中恶鬼。片刻后才发觉不对，对方似乎在意的并不是自己的身躯。这该死的混账，居然打起了自己寿元的主意。姓沈，今日我不与你争斗，你等着，我回去禀告老母，你有胆子的就别躲。就在这时，他余光扫过屋内，忽然发现后院门口多出一道身影。白衣女人身形高挑，安静靠着墙，侧颜清望。她只是淡淡的瞥了此处一眼，黑蛇女瞬间立起身子，冷汗直流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怪不得姓沈的忽然有了一身强悍武艺，丝毫不把老母放在眼里，这是攀上高枝，不念旧人。我看你能得意到几时？果然，自己对妖魔见识太少的缺陷还是显露出来了。打那些野妖还行，对上这种有点背景的妖魔，连对方的手段都看不明白。林白薇将对方的神情收入眼底，震惊之余，不免又被气笑。原本以为沈七夜是个隐藏颇深的差役，只差旁人点醒就能从凡胎超脱，还想借机拿捏一下他。没想到他已经成长到了能独自震慑2大出境圆满妖魔的地步。然后他竟还不满意。他们是青林老母最看重的侍女，即便是镇魔司校尉出手，稳妥起见也得出动10位以上，还要提前布下伏妖法阵，才有可能将其击杀。还是说，你可惜的是刚刚没能多感受一下他们的身子？2个出境圆满，确实棘手。你干嘛不睡觉？拿不到东西，你睡得着吗？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普通人，装什么镇定？啊，吃完一半了，别嫌慢，这种东西但凡错一点都会出大问题。辛苦了。原来你会好好说话。毕竟我还指着拿你去林家换点银子，你知道的，我很缺钱。头，有人找他。大白天的关门，我还以为走错地方了。你真在这儿？前辈有何贵干？叫什么前辈？狗屁！我从青州受人邀请而来，如今被人嫌弃太过愚笨，正好我也看不惯他的聪慧。思来想去，你倒是和我一样愚，想着来混口饭吃。一个有师承的出境高手，还能缺了饭吃，简直荒唐。别的不说，只要对方开价。就白云县现在的处境，多少豪商愿意花银子把对方当祖宗供请？衙门上百个差役的俸禄加在一起，都不够请对方半个月的。首先，我不愚，而且很穷。那我也不愚，同样也穷得叮当响，有口粗茶淡饭果腹就成。我靠，这他妈都什么脑子？一个放着真金白银不去拿。另一个看着高手送上门，居然还在想借口往外推。陈继从腰间掏出银锭，用力往沈七夜手里塞。沈七夜瞥了眼陈继，旁边玩蛋去。这谁呀？之前府里那位的师弟。此话一出，几人大脑瞬间发懵。对他们而言，兽头陀只是存在于传闻中的人物，至少也得留点另那个层次，才有机会见其真容，也仅仅只是见到而已。如今同样层次的高手，居然就出现在了自家班房内，想要追随沈大人。习武之事，最忌闭门则言。我一个人在白云县待得心烦意乱，有空咱俩切磋切磋。没问题。1集不够看，主页置顶视频还有3集哦。沈大人，好身手！能击碎妖魔坚硬骨骼的肘击，居然只能让其退后2步。就在昨日，沈大人一脚可是把虎妖都给踹翻在地，口吐鲜血。这胖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位青州而来的武师，到底是怎么在不调动气息的情况下接下这一击的？
行，让我画一下。怎么刚开打就结束了？张屠户莫名感到一丝寒意，原本只是一道白痕的地方，此刻被几缕红雾紧紧粘住，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能隐约看见白骨。这手段可不像好人呐，我喜欢。你的刀法是自己从扶摇刀法内领悟出来的。嘿嘿，见的太多了，一眼就觉得熟悉。镇魔寺的武学，你白给我也不敢伸手。但这自冲的功夫嘛，哪有那么多规矩？恰巧我也稍有感悟，不如咱们换换。如果能有对方的体魄，再遇到昨晚蛇女之事，自己又何须慌乱？我没意见，但是这刀法你未必能学。我当然知道，这般阴毒的手段，绝不是你一个朝廷中人能接触的。大概与林母子某头妖魔的寿元糟头，不是走投无路之人，亦或癫狂无知，谁会做这种蠢事？我见你拳法粗浅，不法寻常，却偏偏每一种武学都使得出神入化，如此武学奇才，怎么进了朝廷？着实可惜。镇魔司不如江湖门派。那倒不是，镇魔司汇集大前朝天下武学，论底蕴，论背景，那都是上上之选，就是规矩颇多。像你这样的天才，若是入了金刚门，各种宝药神兵，你都有优先挑选的资格。现在却是不成啊！为何？你想，若你资质平平，我倒是不介意替你铺路，但你如此资质，说是镇魔寺不要你，鬼才信！整个青州没有一个门派会收你的白贴。我6岁入金刚门，被师父称作天宗奇才，可如今48岁，寿元宝药吃了不知多少，至今也才开了7窍。金刚门讲究的是以天地气息淬炼自身，吸纳的气息大部分都消耗在了体魄上，所以技战要比旁人慢数倍。效果你也看到了，虽说拿你没什么办法，但自保却是绰绰有余。不过金刚宝体是不能给你的，这个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小玩意，上面不给我玉液境的武学，我给自己琢磨。可惜花了10几年，也只是坎坎跨过那道门槛。反正炼道大成，应该不弱于金刚宝卷。第一页，金阳八宝玄身上卷未入门。龙补拳下卷，这就是正儿八经的玉液境武学。相比之下，血煞刀法虽然狠辣无比，但成长性明显不足，还有特定条件限制，两者价值几乎不可同日而语。虽然是我瞎想的，但基础部分借鉴的金刚宝体，嘿嘿，大概率不会出错。反正我练在前头，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再做决定也不迟。前辈大才，都说了别叫前辈，你以为我开玩笑的？交换武学只是顺带而已。我从青州走路过来，寒碜早花完了，以后得管你家头混口饭吃。行了，你忙吧。刀法抽录好以后给赞我便是。乌云县虽不大，但愿意养个出境武师的大有人在。对方为何偏偏就盯上了自己？算了。剩余妖魔寿元226年。原本这些寿元是等林白薇抄录好以后再使用，但经过昨天的事情，沈七夜忽然对找一种保命手段略感迫切起来。原本还剩1年寿元的时候，面对黑皮狗妖，自己都能毫不犹豫地冲上去。怎么现在有了46年寿元，反倒被2头蛇女给乱了心神？近1年，你学会了以天地之气淬炼体魄的本事，与当初的风雷宝卷不同，它不再是将身躯同化为肉体，而是以气炼体，将尸肉铸就成神兵。第7年，玉叶金阳八宝玄身上卷入门。第29年，夜金阳八宝玄身上卷大成。这就结束了。斩了这么多妖魔都没辙，最后断在了自己身上，会不会有些太夸张了？这就是江湖门派的底蕴吗？
偌大的白云县就靠你们几个花架子斩妖除魔，这也太次了。除了姓陈那小子稍微能干，其他的都是些什么？谁乐意除妖？还不是那典吏老儿针对我家大人，非逼死我等才算完。闻言，张屠户略微愣住，好似想通什么。白云县多妖的事情，他也是到了此地以后才从师兄处得知。这群混账借着妖物之手做些铲除异己的事情，简直连脸都不要了。这么看，我琢磨出来的东西，说白了只是炼体武学，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几乎不存在什么瓶颈。切忌心浮气躁，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我。多谢。与对方道别，拎着买来的鲜肉和大料离开了班房。他还会烧菜做饭。如果你曾见过半月前的沈大人，你就能发现，他这样的人会什么都不出奇。是吗？毕竟只是个小县城，未去过青州，哪里知道真正的天台有何等风采？交给你了。好。喂，尝尝咸蛋。衙门信你，才委以重任，让你统管妖魔事务。2个晚上，我博云县加上3村6郊被掳走10余幼童，你却舒舒服服躺在家里，整个班房蛇鼠一窝，知情不报，望老夫待你如自家子侄。我们班房院门大开，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还敢狡辩？今日除不了妖魔，老夫就取了你的脑袋。1集不够看，午夜置顶视频还有3集哦。这到底是除妖还是除狼？再往前可就是荒地了。你们不怕遇见妖？这群人明显是有备而来，不仅找好了借口，甚至还估算了自己的实力。坏了，怪不得师兄为何不介意自己跟来。眼前的竟是2头出镜妖物，其中坐着的那位身上气息略带燥意，分明是张屠户，但他浑厚的味道赫然是出镜圆满，站着的手差一些，但也跟自己伯仲之间，甚至连身板都差不多。再加上沈堂的师兄以及30-40个差役军，张屠户混迹这么多年，经验丰富无比，呼吸间就已做出决断。留得青山在，不吃眼前亏。走。人我给你带来了，那几头元妖非我所杀，你掳走幼童的事情我也替你压下。我知道你是想引他出来，原也我50几岁老来得子，把我儿还我。闭嘴！好，我闭嘴。金武手中长矛瞬间对准了人群中的沈七夜，拦住了他的后路。这时，那蓑衣老人满足的打了饱嗝，桌上整整13个小巧头骨被显得锃光瓦亮，眼眶闪。这次的活干得不错。得了夸奖，刘典丽随即目光落到地上，略感不对劲的查看着地上的尸骸。紧跟着，他老脸倏然惨白，身躯抖动腮帮，双腿发软，止不住的朝地上瘫跪下去。你这奶妈脑袋，竟然与妖魔为伍，我不是疯了？与我何干？我可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奉县令之命，今夜陪同刘典丽过来彻查此事。真要说起来，你不应该问问沈大人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？放一共就4个人，要估计白云县20万百姓，还当着妖魔镇压消息。我若是镇魔司的，就该先砍了这群畜生的脑袋。沈大人，快走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你现在若是学他一般跪下，或许还有留个全县的机会。杀了他们！蠢货！不是喜欢出风头，现在不得令，
会杀了他们。你这个疯子！他今晚奉命而来，并非伏杀沈怡的主力，只是为了保护刘典丽，顺便掠个阵。这疯子居然站在两妖身前，先把典丽给斩了。更可气的是，那两头老猿居然就这样安静的看着。换旁人见了，还以为今夜伏击的是刘典。你这蠢狗，莫非没看见他杀人？我可记你的吧？刀法不错，可惜刀不太好。有意思，这群妖物修为越高，就越爱模仿人。黄皮子出行要做步辇，但仍旧只限于口腹之欲，脑子里想的是吃人。取名也是根据自己外表随意的叫个混号。这群猿妖就要穿人的衣服，从书里给自己挑个好听的名字，要个什么通天，而且还要找最娇嫩的女人。至于青林老母，甚至开始梳妆打扮，要掳走最好的工匠，造最漂亮华贵的首饰。我这刀名为打架之前还要先磕一个，什么毛病？荒唐！荒唐！不识规矩的荒野村夫，便是自己。进食之前也要先用湿布擦手，3日一沐浴，5日一焚香。何况是杀人的大事，更要自保家门，讲清缘由。我为何要杀你，又要如何胜你？怎能把事做得如此粗糙不美？没有礼数该死，杀我儿孙该死，给我死来！这老猿明显不是普通妖物，应是受了谁人的指点。对方所使用的刀法，像是专门为他的手臂量身打造。那柄移刀也绝不是凡物，自己手中的关刀价值不过7两2钱，还要扣去攻防的油水。如今对上同为出境圆满，而且武学也不输自己的对手，武器上的差距顿时明显起。自己贴身带了多年的宝刀，到底有多锋锐？以伤换伤，你哪里有命再出下一招？随着金铁相交之音响起，袁通天不可思议地握紧长刀，无论如何用力，泛着乌光的刀刃都无法相。你在惊讶什么？你刚才在躲什么？你做出一副哪怕受了伤也要反击的样子给谁看？张屠户和兽头陀师出同门，对互相的招式都极为清楚，一时半会儿根本分不出胜负。来吧，脑袋，打架时好分析，你到底在看什么？你看那边，不是，这才多长时间，自己还没热身呢，那边就结束了。2头出尽大妖，怎么死的连半点动静都没有？1集不够看，主页置顶视频还有3集哦。是2头出尽大妖，怎么死的连半点动静都没有？这才多长时间，自己还没热身呢，那边就结束了。刀刃薄如蝉翼，显然不是。即便是这样的宝刀，居然也破不开自己的皮肉。金阳八宝玄身果然强悍，可惜这宝刀也没个名字。刀身泛乌，刀鞘如木，就叫2黑算了。斩杀出境圆满元妖，总寿774，生于197年，吸收完毕。斩杀出境后期元妖，总寿631，生于270年，吸收完毕。
剩余妖魔寿元651年。活生生将一头妖魔捶打成肉泥，对他们这些普通差役来说，视觉冲击力有些太大，恐怕几天半月都缓不过来。你们愣着做甚？还不给我滚！典力怎么办？典力是被妖魔所害，我们晓得。对方轻松斩杀2头妖魔，身上连半点伤势都没有，自己却连个烧头陀都收拾不下。那之前的切磋，这都不是放水了，这是放海。董长风和姓刘的这2头狗东西，眼光着实不错，硬生生给自己养出沈妾这么个祸患来。把该我的银两全部装车，我要回青州，马上就走。你这是何意？恩师让你前来护我，如今才过去几月，你就要走？护你祖奶奶！姓刘的勾结的是什么蠢货妖魔？惹上那尊煞星，再不走，他怕是要破门来斩我首级了。你们是谁？怎敢擅闯知县府？勾结妖魔，查一下他的身份。从看清此人衣服开始，知县的脸色就化作惨白一片，比死人强不了多少。镇魔司校尉3道云闻，对方在校尉之中资历极重，应贵县。县爷客气，免贵李新汉，劳烦您把自己绑起来，我等还有要事相商。回来了，这么多。玉液镜50涉及到经脉窍肾以及气息玉液的调动，自然不能和普通武学相提并论。你先别着急，容我再看几遍，避免有错漏之处。你歇息一下，我先去替你热菜吧。不必啊，没什么胃口。一夜，四合真罡未入门。整个博云县都未必能找出一本的玉液武学，如今就这样安静地躺在自己手中。就算在玉液境缝，这也是极其罕见的霸道手段，非敌人身后者不可轻易使用，不太适合你现在的情况。但我暂时也只能拿出这东西了。我师父说过，无论见了再多血，官变如何惨状，饭还是要吃的。一直不承认有师门的林白薇，今夜却是毫不在意地说出了师父2字。四合真罡又不是内功，听起来也和刀剑没有关系。霸道在何处？沈七夜取出了寿元，他含住一枚在口中，妖魔寿元迅速灌入四合真罡之中。第1年，你强行修习玉液镜法门，逐一拆解晦涩的文字，顺便吸收虎妖的寿元。第29年，你初步理解了所谓四合乃是天地人己，并成功做到第1步气与生合。四合真罡入门。第43年，在吸收妖寿元的基础上，又推动了2枚元妖寿元，理回气速的加快，并从中领悟到了心源。在长时间的休息下，将四合真罡突破至9成。第130年，多年的毫无寸进，已感受到了痛苦。习武不再是1分耕耘1分收获，不懂就是不懂，悟不了就是悟不了。你逐渐开始怨天尤人。第260年。你浑浑噩噩的起身，没有什么顿悟，只是千万次一模一样的思考。这次有些许变化，你麻木的思绪，甚至不知道这次变化是因何缘。四合真罡圆满，剩余妖魔寿元391年。初定，西元，你对人类妖物的习性了如指掌，攀山如履平地。关于护法的武学进展效率提升。走，这表情，这是捡钱了还是怎么？差不多吧。算算日子，离镇魔司巡查还有20多天，借着这些时间再查漏补缺一下，混个好差事应该不成问题。
甚至于哪天真被妖魔逮了去，对方还会忌惮一下自己的背景，有个转圜的余地。爷，您也好这口甜食，要不拿2串去试试？不好意思，身上没带银子，一个江湖50脉的唐人，我可不敢吃。如此，沈七夜在巡街和买菜之间反复，一晃就是5天。今晚再灌注一下寿元，试试看看能不能创造一门新的武学，留个100年以备不时之需。罢了，还是先回去。你怎么才回来？想你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其实挺想陪你演下去的，但你这演技太烂，继续装作不知道的话，真的显得我很蠢。还有什么？你的胡骚味熏到我了。1集不够看，主页置顶视频还有3集哦。你的胡骚味熏到我。我还只当是林家人骗我，原来真是你杀了银狼。我让你睡这贱人，让你动手除了这贱人，你倒是跟他学起武。你很会叫了，我的凌天将如此轻易就策反了我养的狗，没少给他占便宜吧？你废话真多，差不多行了，我还饿着呢。不愧是有靠山的人物，落难成这样还能镇定自若，何必故意摆出这副姿态？我杀不了你，他还杀不得你。一点小恩小惠就被收买的东西，你真以为他是好心？猪脑子！你可知以他师傅的身份，单凭你那日动手绑了他，便是千刀万剐难饶之罪。从头到尾，沈七夜的心思都没在狐妖上面，只是静静注视着他身前的铃铛。这东西却能无风自动，真挚圆满的血杀刀法催动下，狐刀却始终无法再斩下半寸。原来此方世界的妖法居然神奇到了这般地步，不愧是有名号的妖族势力，随便跳出来个2代就能替自己长见识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这人的冷漠倒也不是针对自己一个。狐妖看着他脸庞上的漠然，忽然感觉有些不对。沈七夜和林白薇的关系似乎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般密切，别说是惺惺相惜的情人，就连短暂的师徒之缘之不至于如此。若是你不在意他，为何不干脆点，手脚干净些？我允你去北衙避避风头，银狼之事就此作罢。你已经得罪了镇魔司，哪里还有退路？闻言，林白薇默默睁眼朝青年看去，红唇动了动，想要辩解什么，却又略感无力。原本想着等再熟悉些，找个机会探明身份，如今狐妖上门戳破一切。以沈七夜谨慎的性格，即使说的再多，也没办法让其相信自己的保证。又不敢杀他，装什么狠人？李司令，赖我回去禀告三叔祖，阴阳先生误了你的意，同时招允镇魔司和北衙五祖，以在心中已经没了活路。林白薇小脸愕然，看着身前挺拔的背影，他以为对方至少也要问问自己的来历，毕竟瞒了这么多时日，所惧的便是对方知晓一切后来个破釜沉舟，杀人灭口。此刻事情暴露，沈七夜这悍然出手的模样，实在与他的想象差距甚远。别理他，脑子不太正常。只要自己还在博云县一天，狐妖口中的三叔祖就绝不会轻易踏足此地，否则也不可能只是封了自己的窍穴就送回县城，甚至于想要杀自己的念头，也不过是这小狐狸自作主张罢了。不过有那长辈赐予的统领法器护身，哪怕是寻常的玉叶境武夫，没点凶悍手段也留不住对方。我真没事，没必要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
可我和这女人有着同样的人，穿着同样的衣服，还全能在任何时候都如此幸运。即便中陷了三叔父，仍旧能保住性命。明明被恶灵带走，却直到今日仍暗远替外甥后灵。就连你这信口也要偏向着他，不杀不可他，总能先杀了你。在这轩宇一谈之中，竟然还能忘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满打满算，这本四合真罡自己才刚刚得出去6天时间，对方竟然能勉强使用出来。这里没药，不过你家应该不缺，要我送你吗？为何以出境修为，6日习得玉液镜中至深武学，还能随手用出？这么骇人听闻的事情，对方不仅做出来了，还跟个没事人似的。不用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记得让你爹把欠我的银子送来，190两斩妖银，其中10两是你的伙食费。我在镇魔司当差，实为等同于偏将。我个灵700两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哇，1点白银难道比自己的人情还值钱吗？那就没别的事了，前后2清，还赚了一本玉液镜武学，顺便能替自己抗下许多杀妖的黑锅。要不我吃个晚饭再走，你休息会儿，瞧好了。斩杀诸境圆满狐妖，总寿602年，剩余寿元472，悉数完毕。剩余妖魔寿元657年。5年寿元投入风雷伏妖真解，比起四合真罡，通过寿元弥补12大窍，可以无限使用武学的手段，才是真正应该藏起来的东西。下一刻，他虽仍旧脸色发白，体内空荡的大窍却是瞬间充盈起来。只要他愿意，像刚才那样的罡气，还能放出131次。我去林府看过了，那不是林大人，应是妖魔变化而成，不确定有没有发现。沈七夜出生于白云县郊，14岁开始混迹街头，生性豪赌，甚至勾结妖魔作乱，是个恶捕。也未必。据六里庙村民所述，他曾独身前往斩妖13头。有的知县供认，我们来的那日，金刚门徒与东山元妖传信，伏杀沈七夜于荒地。第2日元妖以典礼接往。动静小点，先拿下他，带回去仔细审问，务必找出林大人的踪迹。1集不够看，主页置顶视频还有3集哦。爷，又见面了。2位有何贵干？有要事想问，还请沈爷跟我等走一趟。除开李星汉不算，乞丐在我们中当属最强的那个，居然1个回合都没撑下来。你刚才见了谁？闻言，其余人脸上的凝重变成了紧张。他们紧急赶到百云县，可不是来巡查的。如今所有关于林大人的线索都指向了申青青。这血的味道，难道说是林大人？回禀大人，是妖魔之血。为何你家会有妖物？李星汉话音强硬，眼神尖锐，带着几分审问的味道。沈七夜不太习惯这种问话方式，但也能理解这群整日与妖魔争斗的人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让他们和蔼可亲，倒是有些为难人了。镇魔司众人刚准备巡查，却突然震惊地看到里面的房间内，林白薇正端着洗菜的木盆从后院走出，眨了眨眼，好奇地朝门口看来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卑职李星汉参见林大人。青州已有1月未收到您的信函，家里便差遣我等过来探探消息。辛苦你们了，我没事。我等立刻送您回青州。我想先回家看看。还有，
能不能等我把晚饭吃了？刚炖上的羊汤。全凭您吩咐。这位声名赫赫的捉妖人，还真如传闻中那般毫无架子，待人如沐春风。很快，他们脸上的笑意就在林白薇忙进忙出，而那青年沉默垂手站着的情形下逐渐消失。几个人就站旁边，阴冷目光直勾勾盯过来，像是催命鬼一般。吃个饭能吃得如此艰难。抱歉，你多保重。你也是。这才穿越过来多长时间，就养出一身的臭毛病。如今牵扯颇深的妖魔也是被斩杀大半，加入镇魔司应该是十拿九稳了。剩余妖魔寿元652年。血煞刀法只差临门一脚，今夜定要踹破过去。第一年，你根据之前的想法，继续尝试着用以气化钢的方式去淬炼。第7年，你看着巫刀身上的红雾逐渐凝实，心中大定，所谓一法通万法，此言不假。第12年，由于操之过急，血杀魔心乱动，你认为什么一法通万法都是狗屁，杀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世上哪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？沈七夜感受着浑身传来的刺痛，略懂一点。怎么推演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跟个莽夫似的，动不动就拿身体开玩笑？脑子不好，勇气来操，能不能稍微有点耐心？第59年，你修补了身躯暗伤，经过多年的尝试，你的罡气产生了异变，你隐隐感觉心态逐渐暴躁，失血玉液，四合真罡圆满，灵物玉液，天罡血杀圆满。第120年，多年压制妖魔心性，你对此道的掌控之力愈发精深，去其妖邪之气，更重杀伐之意，神念微动前，一层无形罡杀迅速覆于妖气。玉液，寒冷诛仙。剩余妖魔寿元432年。刚学到手的四合真罡，赫然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，与先前的中正霸道不同。被血煞侵染以后，光从名字就能感受到未抹凶恶。反倒是原来妖邪之意甚浓的血煞刀法，竟是返璞归真，彻底消去了妖魔的味道。贪狼诛邪有点意思。按照前身留下的记忆，今天镇魔司将会彻底接管博云县，同时也到了挑人的时候，能不能混个好前程，就看今儿啊。你怎么用了这么久？该不会是故意等到最后，想要震惊一下那群校尉？你在说什么？昨夜刚敲了2声梆子，所有军务差役都被换成了城西，现在人都挑完了，正在衙门里训话呢。该不是把你给漏了吧？这群瘪犊子也太狗眼看人低了，我还指望跟着你回青州看望下老相好的呢。镇魔司代事向来缜密，怎么可能轻易漏掉某人？八成是故意的。校尉大人，这还有一个呢。有时间不在家里补觉，跑来这里凑什么热闹？咱几个困死了，还得在门口站哨，真是闲的。800军务，100余差役，最后只选6人，好生严格。都回去收拾行装，明日出发青州。家眷随从最多携带1人，报上名册，自有人会安排。随身之物不得超过80斤。从被军务喊出家门到现在，我都没有看见沈大人的身影，总不至于像是平时那样睡过头了吧？在袖口留有3道云纹者，几乎都是寓意进刀上，每一道云纹都代表着数不清的妖魔尸体。对方还如此年轻，可以说假以时日，必定成为镇守一地的偏将。李星汉静静注视着身前的沈七夜，漠然神情逐渐显得有些拧巴，纠结中又带着几分嫉妒，嫉妒里又掺杂着些许不解。凭此印信，青州各大钱庄皆可对出现役。镇魔司给衙门差役递银子，还真是闻所未闻。别理他，就是狗脾气，没有恶意。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我等护送你回青州。护送？
即将拜入总兵麾下的人物，难不成还能让你自己走回去？